谢谢主席，有请文化部李远部长。好，有请李部长。好，感谢部长哈，这个您是我的偶像啊，所以有机会在这里跟您做互动，觉得很感谢哈。但是呢，最近政府机关里头发生了一些这个超人特工队的案件啊，这个抄呢是疑似抄袭的抄哈。那第一件呢是前几天刚举行的520就职大典哈，根据府方的回复哈，这个典礼主视觉的设计费，这个 icon 啊，这个线条这样，对，36万。请问一下部长，您觉得36万单位是台币还是美金？36万是美金吗？不会吧？你相信是台币吗？你觉得我们4年一次的典礼的主视觉总计划案的设计费2300万里面，竟然只有36万去画这样的一个主视觉的图，您相信吗？这是我们台湾的设计水平吗？这个整个过程我真的搞不清楚。好，希望慢慢搞清楚哈，这个真的太重要了。昨天才有的政党说民主已死，今天民主还活着，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互动对话。但是我们的设计是不是已死啊？相信台湾的设计没有已死哈。我想问啊，这样子的影像哈，这样的一个图像哈，我可能还要讲一下，你才会知道哪一边是哪一边的哈。右边是那个疑似的原创者，左边是我们的典礼用的视觉哈。假设您是国外原图的创作者，您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抄袭的可能啊？其实抄袭的认定啊，在法律上非常复杂。好，我知道你会这样回答，没有关系。所以我刚刚先问您设身处地，您还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慢慢培养默契哈。那我们依据厂商说明哈，这个猫狗徽章的设计哈，这个是以公司购入的商用授权的素材库来做的哈。为此呢，我们还向总统府来调阅资料了哈，说这个呢，16届的总统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的这个典礼哈，绝标金额2350万。不要讲刚刚那个只有36万哈，徽章的部分不属于政府采购的标案哈，这边产生了很多的疑问，请问部长认同厂商的说法，用免费素材，我们刚刚讲了36万，他说他还用了一些素材，那这个猫狗的说是免费的素材再制作，符合文化部所谓的文创设计吗？我先问这个问题，但我先补充您一下哈，我最崇拜的台湾电影的导演杨德昌，他最后的一部电影《一一》。这个取名是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最难的，道生一也是很难的，原创是最重要的。好，我看到您微笑，我相信你很理解。请问这样算原创吗？如果是我的标准哈，我从以前到现在，我都很希望从最原始的 idea 都是来自自己。如果用我的标准，我不知道算不算原创，因为要是我会自己重新画一只狗一只猫。好，我想没关系哈，这个谢谢您非常诚恳的答复了哈。我想我们也知道了，部长还是很尊重原创，我还是要非常感谢了哈。那我想这个部长的行政阅历其实也很丰富了哈。那不属于政府采购得标的哈，即便厂商免费提供，我们可以随意采用吗？520总有就职典礼这么重要的活动，这个徽章他说不属于政府采购标案，应该可以随便发放吗？这个应该可以回答，这没有主观的问题吗？我在我的文化部，我希望没有这种事情。那这样文化部有点打脸总统府啊，没有关系啊，我相信您不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来看啊，第二个案例哈，超人特工队的第2支啊哈，与文化部更为相关的啊，因为您刚刚说那是总统府嘛哈，我们来看一下文化部的哈，这个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的主视觉用了一个叫 emoji 的东西啊，就表情符号了哈，跟 Apple 的系列 iOS 的系列的 emoji 哈高度相似哈，疑似有抄袭的可能，而且该案正好跟520的主视觉设计师当几郎啦哈，同一个人啊，请问一下部长，就您的了解 emoji 有没有版权？先回答，表情符号有没有版权？表情符号设计有没有版权？它应该是一个幽默吧，应该是一个幽默的，有点有趣的。有没有版权？问您有没有对，有没有版权？有没有版权？因为这个创作，好，
好，很好，这就是文化部官员的表情，面面相觑。我可以告诉你们哈，除了开源的 emoji 以外，emoji 的版权属于设计这组符号的供应商。以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的主视觉为例，假如作者真的有使用或参考 Apple 的，像不像？分得出来吗？字会不会太小？左边是 Apple， 右边是文化部产出的成果。再来，左边是 Apple， 右边是文化部产出的结果哈。如果真的有使用或参考 Apple 的 emoji， 必须咨询 Apple 法律部门，并申请表情符号的使用授权。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讯息，好不好？哈，所以呢，请教一下部长，就你所知，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的主视觉有没有向 Apple 法律部门申请表情符号的使用授权？目前没有。很好，谢谢您的诚恳答复哈。此案其实是民众陈情哈，请文化部就本案 emoji 的授权情形，于1周内以书面方式回复本席办公室，否则真的是设计要已死了哈。最后一个案子还没完哈，超人特工队还没完。刚刚很多人已经问了啦哈，那刚刚部长也很诚恳的答复，我们不应该推给第一线。那我直接问您一个问题，部长能不能在此是否应该先代表文化部向原会师表示歉意？不要推给第一线嘛。没有问题，我愿意代表文化部向原会师道歉，我也愿意向所有其实非常期待那个台湾有自己原创的人道歉。好，谢谢部长，好，谢谢部长。接下来还是希望除了道歉以外，要完成清查，还有没有台湾馆的相关案例有涉及抄袭？第二，审查的流程未来能不能禁止这方面的事情再次发生？另外，有没有行政的疏失？也希望部长不是只有道歉，我相信您的行动力也是很强的，我们一起来努力哈。那再来还没有结束啦，请教一下部长这个我们就不放了，刚刚都讲过了哈。这个影像。我相信部长应该可以理解，我真的是您的粉丝啊哈。这个影像我真的是看到在投影片上，我都感动会哭哈。接下来要请教一下部长，您是台湾新电影的重要推手之一哈。那我也在无数的演讲，我自己的官方网站里都随时都放着哈杨德昌导演的电影对我的启发。那您也是这些导演的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哈。那1980年代的时候，您在一个社会氛围非常严厉的情况之下，你们竟然能够一起团队的去创造了台湾新电影的时期。这个您曾经甚至有说过一句名言作品本身具有实验性和原创性，如果在票房上失败了，就算要拍8部、拍10部都值得。如果因为模仿抄袭而获得的利润，并不值得鼓励部长，您今天以文化部部长的身份到立院备询相隔40多年，我想再次请教对电影来讲，最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实验性？原创性、利润、票房，还是特效，还是精美的画质？您的想法有改变吗？电影其实到了现在，我觉得有两种对于电影的认知，一个是电影的投资很大，所以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像导演李安，他曾经说过，他做别的事情他可以不考虑观众，但是做电影他一定要考虑，因为他投资非常大。但是如果在有限的经费里面，我们是非常鼓励实验电影的，比如短片。那个经费在有限、不用面对观众的情况下，我是非常支持拍实验电影。好，报告文化部部长，那您刚好可以去检讨一下金钟奖把那个短片变成只有60分钟以上才能参赛我们之后再聊这个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本书汇聚台流文化黑潮台流文化内容的跃升计划，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了这里面呢，争取到4年100亿的黑潮计划，但是呢，头也不是，尾也不是。里面对于实验性和原创性呢，只字未提然后你说如果要砸大钱进去拍呢，很抱歉，影视音文化的内容竟然只有17亿元请教一下部长您当时推动这个光阴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想要拍怪兽片，后来用了这个玩具，我看了真的很感动啦。当时4个导演陶德成、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全部都变成阳明国际的大导演。想请教一下，您认为这个黑潮计划，不管是目标或者内容，根据我刚刚的描述，是不是有再调整的空间？你刚才讲到光阴的故事让我回到1980年代，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家电影公司每次投资都4000万、5000万就亏光了。才轮到我们这些年轻人进去，
我记得观音故事只花400万，然后小屁的故事也400万，就卖到3、4千万。所以我观念中一直不觉得电影是完全可以靠金钱来堆砌，它也可以有很好的巧思，在不高的预算下可以大卖。所以我在台湾这个环境中，投资太高，几乎回收的可能性不高。所以你如果问我的话，我会很鼓励台湾的电影创作者用比较小的成本拍比较有创意的电影，然后在全世界得到市场。所以谢谢部长这样的一个精神哦，我想数十年如一日啊哈，就像您的光阴的故事哈，数十年就像一部电影一样。这一本书里面哈100亿没有提到原创性，没有提到实验性。我们希望黑潮的计划可以在您的领导之下有新的风貌哈。近来台湾不管是电影或戏剧作品都非常的辛苦啦，但是我们有您当年的带领，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台湾的电影是可以有活力跟朝气的哈。那部长有没有信心在文化部长任内找回那个具有实验性、原创性的台湾电影文化，再造台湾的电影浪潮？我们有没有信心？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就不会来这边当部长。好，期待您早日提出小野版本的黑潮计划哈。我给你一个昵称啦，野黑潮哈，好不好？希望呢，我们未来呢可以一起为台湾的文化共同努力。谢谢你，谢谢。